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在收拾东西，后天要出去了。每次出门之前真的就是半条命先对的丢在家里。每次出门之前都是有各种各样的事儿。你看我们直播完了，徐老师生日，我女儿的毕业典礼、毕业舞会，她还间歇着阳了，我倒还好。我们俩算是扛住了，但是我觉得也有点感觉，经过了一番抗争，还蛮累的。对的，就是疲劳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心情还是。准备就放，那穿什么戴什么呢？这次呢，我觉得肯定要戴一些手串。那戴什么呢？大家肯定觉得吴老师你自己做手珠宝设计的，你戴什么不是想戴什么戴什么？其实我喜欢给自己设计和定制一些特别款、大的、特别的。其实我还喜欢简单的。这一次呢，除了我留一颗9万里墨玉的古朵手串之外，我其实一直特别想要一串大的白玉手串，像乒乓球那么大。终于拿到了我等待已久的这个。哇，这个没有乒乓球大，樟脑丸是不止了。这个其实我是在我们刚开始做白玉手串的加工的时候我就定了，一直没有，因为这么大的这一串要顶级的白度，真的太难了，而且其实还少2颗，还有2颗有一点点水线。我朋友说算了，有水线你就不要了，这么好的珠子你一定要完美，差一点儿加2颗不至于，所以我就加了1颗我的这个南红，这是之前打样的，这个红是不是很美？不是一个普通的刮珠，它里面有我们的这个古节的 logo，就是这个缝其实是对 logo， 有一个阴刻的我们古节的 logo 在里面，这个还在打样之中，只是这一颗刻纹啊，我觉得还不够完美，所以我就先把它放在当中。我现在终于配到了一套南红的组合了，首先就是白玉的珠子上面有一点点，给自己定制了一块完美的柿子红的。这个是有点鼓面的。对的，福禄寿的这个牌子，店铺里面的那个更加大一点，因为这个我觉得可以贴身戴，但是它会更加厚一点。年前找到的这块料终于做好了，当然还少不了我的这个红古朵对，一对儿。太好看了，因为我觉得红色会比较出片，还有呢，我觉得可能也会比较有能量，跟我带的所有的衣服，不管是黑的、裸的，各种颜色都可以搭在一起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很幸福的人。我前2天在累的时候啊，我就在想，天哪，我要做减法，我要做减法。你基本上都是减2加5。减2加5就越减越多，越减越多，累是非常的累。回过头来，我觉得我还是非常骄傲，我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职业。我女儿也选择了服装设计这个职业。大家也是说，你学服装设计，你也是属于那种什么前途未卜，但肯定找不着工作。对，而且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行业。虽然每一个入行的年轻人都想说，我将来要做一个大的牌子，要被大家都能够看到记住，但是我觉得其实不是的。像我吧，我就是属于那种从自己的需求开始做设计的。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这2天我女儿不是毕业舞会吗？半年前就跟我讲，她说妈妈，大家都在租礼服或者是买礼服，租的呢她又不太喜欢，她看了一些中古的礼服，但是好像每个都有一点点不是这儿不太对，就那儿不太，而且她是属于那种骨架特别小，就是我们公司的人台小号的都比她要大很多。他后来说那怎么办？那天晚上特别陡，还有大概1个月不到的时间，他拿了我给我做的自己的一条婚纱，他那天拍给我，他说妈妈，要不然你这婚纱借给我穿穿吧。我说不行不合身，你穿太大了。我说你这样，你不如自己设计一件，妈妈支持你给你做。然后他说真的啊？他自己画的设计稿，他就是想要一条特别简单的抹胸式的礼服，但是他不要那种纱纱裙，我就要个非常简单。那个就是什么小美人鱼，是不是就是穿着那种？对，他给我描绘了一下大概什么颜色，然后我就帮助他去找到了这个面料公司，可以给大家看一眼。看一眼，小吧？我的天哪，这是我的就是一条非常简单的。其实这样的裙子不好做，因为首先它的面料要非常好。我给它用的是最厚的重缎，你拿一个点的时候都感觉非常的有垂坠感，光泽和它的皱褶特别美。拍来的照片我真的觉得好好看。还是有一点泪目的。他跟他的老师讲，这个裙子是他自己设计的，妈妈给他做的。然后他老师还跟他说，哇，太美了，等你将来成为服装设计师的时候，一定要给我做一条。记得我喜欢粉红色哦。本来还说你要不要加一些手工或者藏一些钻，他说不要，他说就是非常简单的。哇，这也太小了。这是女儿，对不对？还有我们家徐老师，满意吗？今天那还是不错的，这个包超乎我的
预期。给他买包太难了，通常情况之下他是不要的，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，不能太贵，贵的他肯定不要的。这一只包是他背到现在真的买了10几年，对，历史最悠久的还在服役的，整个的型就已经真正的古董包。对，就是气息很好，就是这个牌子唯一的缺点是什么？它薄了，对不对？装东西稍微多一点它就对。你怎么办？他说我怎么办？我又没有包，不像你，对吧？又给我说风凉话。我说等等，我给你做一个礼拜是吧？意大利的一个水洗牛皮，很软，他喜欢这种相对感觉朴素一点的。在这个包的基础上，也不用动脑筋了，对不对？就给它增加了这个厚度，真的要放个小相机也是可以的。里面的5金件和隔层，我给它做得更好一点，加了一个这种防水的尼龙的里布。肩带我给它也加宽了，对吧？今天拿到还是挺满意的，说实话。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自己作为设计师的老公有什么特权，有什么幸福感了。对，今天有一点。除了这个之外，我再给大家看一样东西。那天去娜娜和古着那里喝茶，他一直说没有茶漏，就问人家娜娜和古着，我说你这茶漏是什么？他说在国外的一个古董市场上买的一个纯银的，还挺贵的。他说你这个好，这个片口上，对吧？又开始羡慕人家的文具了。我想我给你做一个，咱们自己用。我说我就照这个，然后加厚一点，比例稍微做的饱满一点，首饰咱们都能做，这茶漏还是做不了，做好了，稍微重一点点，饱满一点点，特别是它这个茶柄这个地方厚一点。您看看真假2个版本，真假是不是自己就可以用啊？这个没有卖啊，不做啊，这个是我给我们家徐老师做的一个特别限定，没有什么我做不了的，是吧？不是，特别逗的，我觉得是那天娜娜和古着他们那个灯，上次去福冈。是你撺掇人家买的，人家本来不想买，或者还在犹豫。就2年前我不是去福冈嘛，那个古着就特别喜欢玻璃的，它那种玻璃是有一点做旧的乳化的那种半透明的玻璃，但是它都是吊灯。他说哎呀好好看，没地方放。我说你买，我给你设计一个落地灯，改在一个木头的落地灯上。好，人家买了的，大包小包抱回来2年多了。这一次我一定给你做好，然后我就给他设计了。哇，前2天拿来了，真太美了。昨天晚上我坐在他那个灯前，喝着他那个普洱，然后我们还在畅想将来的退休生活，是不是？真的一束温暖的灯光啊，我觉得真的太让人觉得治愈和幸福了。今天这几件事情啊，我觉得重点并不是物件本身，而是我觉得我很骄傲，我给大家带来了在生活里面的一些特别定制，因为有了我的存在，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美好的东西，不仅仅是我自己给自己做了手串，是不是？一下子在各个方向上都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在闪亮。对，因为有了设计师这个职业，因为有了设计和创造，让我自己的存在变得特别的有意义。我会跟我女儿讲，不是说你将来成名了，有一个所有人都万众瞩目的品牌，它不是为了将来有一天你去享受掌声的。对，是的，我觉得就是给周围的人在生活里带来一些我觉得是钱买不到的东西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做设计师到现在最让我觉得有动力、幸福，甚至于很自豪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觉得就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，这是一个我觉得让人很值得骄傲的职业。我也会鼓励我女儿认认真真的去创造美好的设计，给到大家。徐老师，你背着包，然后在欧洲是不是要多多给我拍？我还是觉得应该慢下来去享受一下我们的假期，所以呢可能没有办法非常快速及时的更新，好吧，就祝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假期，也祝大家有一份去发现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，好不好？那今天的视频就这样，拜拜。